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欧姆龙的血压计，现在它的故障呢是我们按这个按键是可以调时间的，但是按这些按键都没有反应了。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是按键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？它的后边是4节5号电池，也就是说供电是6伏的。这两个位置有螺丝，打开以后呢，我们需要给它撬开，一共是2个螺丝。那么我们需要用一根针在这个侧面，最好是选用一个点，因为呢在别处呢也会划坏。那么我们选用这一个点，然后插到里边，插到里边以后，我们向上撬，这样就把这个盖板给撬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用手用力一掰，我们看它的4面都是卡扣啊，这样就给它打开了。打开以后，我们看这是它的显示屏，它的显示屏呢是用这种粘的这个封条，也就是我们的胶条给它粘上的。所以说呢要注意，如果这个位置撕开了的话，那么就会造成损坏。我们刚才看了，按这几个按键没有反应，只有这一个按键有反应。我们可以用表量一下是不是按键的问题。我们把表打到2极管档，然后我们测这个按键，这样测量是不通的，那么我们按下没有反应，那么证明是按键损坏。只有这个按键是可以使用的，我们测量这个按键，我们看在测量的时候这个按键是有反应的，这样的按键呢没有反应，所以说是按键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把按键给它换掉。我们给它插上电以后，我们短路一个按键，这个按键是启动按键，我们看已经启动了。现在还有一个故障，就是我们这个泵没有气体输出，显示E1，证明这个泵还是有问题的。这边就是有几个指示灯，分别就是它的高压和低压，还有脉搏的指示灯。这边的这个芯片有几个3极管，还有2个4角芯片。由于这个型号查不到，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显示屏给它拿下来。拿这个显示屏时一定要注意了，这个位置是胶条粘的，如果撕下来的话就很难办了。我们看它内部呢有一个 MCU， 这儿有一个晶阵，这儿有一个晶阵，这个位置有一个运放，这个位置有一个稳压的小芯片5角的，这个4个焊点，也就是下边有一个板，分别接的是电池和电机。现在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电机给它拆下来，因为我们知道按键损坏了，但是呢现在电机虽然转，但是这个泵没有气体排出，应该是泵坏了。由于要修理下边的这个空气泵，那么我给它打开了，也就是把这个板上的几个焊点给它焊开了，就拿下来了。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软管状的，实际上是一个硬管状的元件啊，通到了上边。那么这个6角元件呢，就是压力传感器，是通过这个孔通到上边。现在呢我已经给它拆到这个程度了。这个呢同样是一个传感器，也是靠这个气压内部的，应该是霍尔等元件，切割这个线圈，然后在线圈的2端有输出，同样通过这儿反馈到主板上，然后进行信号的检测。这个胶皮的管是通过这个位置有这个气泵输入气体，然后这个位置是检测，是这个传感器检测的。那么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板上的传感器进行检测的，这个是输出气压输出的管。好，下面我把这个电机给它卸下来。气泵拆开了，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损坏，并且电机也在旋转，应该是气量不是很大。我们看它内部呢是带活塞的，经我们电机呢给这个杆这样旋转，然后呢这个活塞呢就会运动，同时我们通过后边这个气孔进入气体，然后再通过我们前边把气体排出来。
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。这个连杆就是插在这个偏心轴上的，当这个偏轮转的时候，带动这个连杆旋转，从而在前面排出气体。我们看通上电以后是有气体排出的，只不过气量不是很大。好，下面我们把它上。目前上电以后呢，还是感觉这个排气量很小，应该是这个泵里的胶皮老化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